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雨欣今年29岁，是广州一家知名外贸公司的高管，月入过万不在话下。人长得水灵灵的，皮肤白皙，一双杏眼顾盼生辉，标准的瓜子脸，身材更是没话说，1.65米的个头，48公斤，前凸后翘，该有肉的地方有肉，该瘦的地方瘦，走在街上回头率简直爆表。我带他去参加过几次相亲活动，那场面多少男生排队等着递名片。雨欣家境相当优越，家里在广州市中心有2套房产，父母都是高知，爸爸是医院的主任医师，妈妈在重点中学当老师。从小锦衣玉食长大的雨欣，性格却一点也不娇气，反而因为家教严格，养成了独立自强的个性。要说这姑娘条件这么好，为啥还要找我这个红娘帮忙呢？说到这儿，就不得不提现在大城市年轻人的单身困境了。雨欣的问题很典型，择偶标准太高。她希望找个条件至少跟自己相当，最好比自己更优秀的男生。但大家都懂的，现在这社会，像雨欣这么优秀的女孩，本身就是金字塔尖上的存在，要找比她更出色的，那范围可就太窄了。丽姐，我不是非得找个多有钱的，但至少得有上进心吧。跟我聊得来吧，价值观合得来吧。雨欣常这样对我说，我理解她的心情，但也总劝她，好姑娘，你都快奔3了，适当放宽一点标准，对自己也是负责任啊。就在我以为雨欣要一直单身到天荒地老的时候，奇迹发生了。2024年春节前夕，雨欣跟着公司团队去台湾出差，在台东认识了她现在的老公陈志明。志明是土生土长的台东人，比雨欣大3岁，在当地经营一家民宿和有机农场。人长得高高大大，1.8米几的个子，古铜色的皮肤，虽然不是那种城市里精致帅气的类型，但给人一种阳光健康、踏实可靠的感觉。雨欣当时住在志明的民宿，本来只打算待3天就走，结果硬是住了1周。回来后，她兴奋地给我打电话，丽姐，我恋爱了。听到这消息，我先是一愣，随后就乐了。这么快，才认识几天啊？靠谱吗？超级靠谱。志明跟我以前认识的那些男生都不一样。他虽然没有很高的学历，也不是什么大老板，但他懂得生活，有自己的追求和坚持。他的民宿是他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，院子里种着各种花花草草和有机蔬果，过得特别惬意。雨欣描述时，语气里满是向往。那他家条件怎么样？作为红娘，这个问题我必须问。其实挺简朴的，但很舒适。他在台东有10几亩地，有自己的房子，虽然不像广州的豪宅，但住着特别有感觉。我心里打鼓，雨欣啊，你可是在广州长大的城市姑娘，习惯了繁华便利的生活。台东那地方虽然风景美，但毕竟是小城镇，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丽姐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。但我在那边待的那几天，感觉特别放松，没有广州的压力和快节奏，我喜欢那种慢生活。再说了，现在两岸交通这么方便，想回广州随时都可以啊。听他说的头头是道，我也不好再多劝，只能叮嘱他，感情的事儿还是得多相处相处再做决定。没想到雨欣回广州后，就跟志明保持着密切联系，差不多每天都视频。2个月后，志明专程飞到广州向雨欣求婚，还见了雨欣的父母。雨欣父母起初是坚决反对的，在他们眼里，台湾虽然是宝岛，但台东算是台湾比较落后的地区，女儿要是嫁过去，岂不是吃苦受罪？再说，两岸毕竟是不同的生活环境，文化差异摆在那里，担心女儿适应不了。但志明这小伙子确实有2把刷子，不仅带了台东的特产礼物，还很诚恳地表达了对雨欣的爱意和承诺。叔叔阿姨，我知道我条件比不上雨欣，也给不了她在广州这样的物质生活，但我会用我的双手创造属于我们的幸福。台湾虽然没有大陆这么繁华，但我们那里山清水秀，生活节奏慢，很适合养生养心。我保证会好好照顾雨欣，让她每天都开心。志明还向雨欣父母介绍了台东的生活，台湾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落后，我们那里生活质量很高，医疗教育都很完善。虽然我们的民宿不是什么豪华酒店，
但我们有机会接触各地来的游客。生活其实很丰富多彩。最后，在雨欣的软磨硬泡和志明的真诚表态下，雨欣父母勉强同意了两人的婚事，但提出一个条件，试婚期半年。如果雨欣真的适应不了台东的生活，就必须回广州。就这样，去年10月，雨欣和志明在台东举行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雨欣的父母和几个好友专程飞过去参加，我也受邀出席了。说实话，那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婚礼。不是在豪华酒店，而是在志明的民宿院子里。四周是绿油油的山和蓝蓝的天，空气清新的令人心旷神怡。婚礼现场布置得很用心，到处都是鲜花和手工装饰，宾客虽然不多，但氛围特别温馨。雨欣穿着一袭简约的白色婚纱，志明则是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，两人看起来确实很般配。当我看到雨欣幸福的笑容时，心里的担忧也少了几分。婚后，雨欣辞去了广州的高管工作，全职帮志明打理民宿和农场。起初的日子虽然新鲜劲儿在，但适应期也不是那么容易过。雨欣经常在微信上跟我吐槽，丽姐，这边晚上8点以后街上就没什么人了，想买个宵夜都没地方，今天下雨了，湿气好重，衣服都晾不干。这边的网速比广州慢好多，视频会议老是卡。我能理解她的不适应，毕竟从国际大都市到小城镇，换谁都需要时间适应。但我也看得出来，她和志明的感情很好，两人经常发泄恩爱日常，志明对她体贴入微，处处为她着想。雨欣也开始慢慢融入当地生活，学着种菜、做饭、招待客人。她说，虽然这里条件比不上广州，但空气好啊，吃的东西也纯天然，晚上能看到满天繁星，这在广州想都不敢想。台东虽小，却有独特的魅力。雨欣渐渐发现，当地人生活节奏慢，但品质不低。他们注重生活的仪式感，周末常有集市和文化活动。邻里关系也比城市里熟络得多，大家互相问候送东西。医疗设施虽然不如大城市先进，但基本需求都能满足，而且医护人员态度特别好。志明家的民宿生意也不错，淡季时每周能接待5、6组客人，旺季时天天爆满。雨欣把在大公司学到的管理和营销经验用在民宿上，帮志明设计了网站和宣传册，还在社交媒体上做推广，效果出奇的好。两人的有机农场也慢慢有了起色，他们种的无农药蔬果，不仅供应自家民宿，还会定期送到镇上的有机市集去卖，深受当地人和游客喜爱。雨欣还琢磨着把农产品做成伴手礼，卖给来住宿的客人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虽然偶尔也有摩擦，但总体来说，两人的婚姻生活还算顺利。雨欣渐渐习惯了台东的节奏，甚至开始享受这种慢生活。她的皮肤变得更好了，不再像在广州时那样总是熬夜加班，面色疲惫。但好景不长，婚后第4个月，事情开始出现变化。首先是经济问题。之前雨欣有积蓄，花起来不心疼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没了固定收入，只靠民宿和农场的不稳定收益，她开始感到经济压力。在广州时，她随便买个包包、护肤品都不用考虑价格，现在却要精打细算。丽姐，我今天想买个3000块的包包，犹豫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没买。雨欣在微信上跟我说，以前我眼都不眨就刷卡了，现在总觉得这钱花得不值。我笑着安慰她，这不正好培养你的理财意识吗？再说了，台东消费水平低，也用不着那么多奢侈品啊。雨欣回，是啊，这边的姐妹们穿着打扮都很朴素，我那些名牌包包根本没机会用，放在衣柜里都快发霉了。其次是生活习惯的差异，台湾人普遍早睡早起，注重养生，饮食也比较清淡，而雨欣习惯了广州的夜生活和重口味美食，经常闹腾到半夜才睡，早上起不来。志明虽然不说，但明显有些不适应。再就是社交圈的问题，雨欣在台东认识的朋友不多，大多是志明的亲友。虽然大家都很热情，但话题常常不在一个频道上。雨欣喜欢聊时尚、娱乐、职场，而当地人更关心农作物、天气变化、社区活动。久而久之，雨欣就觉得有点孤独。丽姐，我想念广州的姐妹们了，想念我们一起逛街、喝下午茶、看电影的日子。
这边的生活太单调了，每天除了民宿就是农场，感觉整个人都退化了。雨欣在一次视频通话中对我说，语气里透着失落。我能理解她的心情，两地文化差异确实不小。广州人讲究实在广州，饮食文化丰富多彩，而台东人则更注重食物的原汁原味和健康属性。广州人生活节奏快，追求效率，台东人则崇尚慢生活，享受当下。这些差异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地体现出来，时间长了自然会产生摩擦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，两人对未来的规划不同。志明热爱土地，梦想是把农场和民宿经营得更好，过简单而充实的生活。而雨欣骨子里还是那个有抱负的职场女性，总觉得现在的生活没有奋斗目标，缺乏成就感。婚后第5个月，问题进一步显现，志明家的民宿因为季节原因进入淡季，收入锐减。与此同时，雨欣的消费习惯却没有太大改变，这引发了两人第一次严重的争执。你知道我们这个月只赚了多少吗？你买这些用不着的东西干嘛？志明看着雨欣新买的化妆品和衣服，语气有些激动，这叫用不着？我需要保养自己，你是不是嫌弃我了？雨欣委屈地说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我们现在条件有限，应该量入为出。那你当初干嘛说台湾生活那么好，现在又说条件有限？雨欣情绪激动，我为了你放弃了广州的高薪工作，放弃了舒适的生活环境，现在连买几件像样的衣服都要被说教。志明无言以对，只能默默走开。这场争吵后，两人的关系明显变得紧张起来。雨欣开始怀念起广州的生活，经常翻看以前的照片，联系广州的朋友，询问那边的工作机会。志明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但不知如何是好。就在这时，雨欣的父母决定来台东看看女儿的生活情况。他们已经4个多月没见面了，通过视频，雨欣父母发现女儿似乎瘦了不少，气色也不如从前。雨欣父母到达台东那天，下着毛毛细雨，天气有些阴冷。当他们看到女儿的那一刻，几乎认不出来了。往日光鲜亮丽、妆容精致的雨欣，如今素面朝天，头发简单的扎成马尾，穿着朴素的 T 恤和工装裤，皮肤黝黑了不少，双手也变得粗糙。但奇怪的是，她的眼神却比以前更加明亮有神，举手投足间也多了一份从容。女儿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雨欣妈妈心疼地抚摸着女儿的脸，眼里含着泪水。妈，我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健康自然，雨欣笑着说，但语气里有一丝勉强。雨欣带父母参观了民宿和农场，志明也热情地招待岳父岳母，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都是用自家农场的新鲜食材烹饪的。当晚，雨欣的父母住在民宿最好的房间。深夜，他们听到女儿和女婿在隔壁小声争执的声音。我已经很努力适应这里的生活了，但我真的很想念广州。雨欣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但再给我一些时间好吗？我们的民宿和农场正在起步阶段，再过一段时间情况会好转的。志明恳求道，可是我感觉自己在这里完全没有发展空间，每天就是做家务、招待客人、种地，我的专业知识和职场经验全都浪费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这里能给你不一样的发展方向？志明的语气温和但坚定，你不是一直想做自己的品牌吗？我们可以把农场的产品做成品牌，你负责营销和推广，我负责生产，这不正好发挥你的专长吗？两人的对话持续了很久，最后归于平静。第二天一早，雨欣的父母看到两人都是一副疲惫的样子，显然一夜没睡好。当天，雨欣父母找机会单独跟女儿谈心。雨欣，你真的过得好吗？爸爸直截了当地问。雨欣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说实话，适应过程比我想象的要难。这里的生活方式和广州太不一样了，我有时候会很想念以前的生活。那就跟我们回广州吧。妈妈立刻说，你在广州的人脉和资源都在，回去重新找份好工作不是问题。可是志明呢？他的民宿和农场都在这里，他不可能跟我去广州的。那就父母对视一眼，欲言又止。雨欣明白父母的意思，苦笑道，你们是想说让我们离婚？父母没有直接回应，但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。爸妈，事情没有那么糟。
虽然我和志明有分歧，但我们在努力解决。他是个好人，真的很爱我。雨欣顿了顿，而且台东的生活也有很多美好的地方。这里的空气多好啊，吃的都是纯天然无公害的食物，邻里关系也很和睦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满足感。雨欣父母半信半疑，但看到女儿坚持，也不好再多说什么。当晚，志明专门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招待岳父岳母。席间，他端起酒杯，真诚地对雨欣父母说：“叔叔阿姨，我知道你们担心雨欣在台东过得不好，确实，我们这里比不上广州繁华，条件也有限。但我想说的是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外在的物质条件，而在于心灵的满足。”他深情地看了雨欣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和雨欣在这半年里确实经历了不少磨合和挑战，但每一次矛盾过后，我们的感情都会更加深厚。雨欣为了我放弃了广州优越的生活，我心里一直很愧疚，也一直在努力让她过得更好。”志明的话让餐桌上一时沉默，雨欣父母相视一眼，神情复杂。他们能感受到女婿的真诚，却仍担心女儿的未来。晚餐过后，雨欣父母在民宿住了3天，亲身体验了女儿的日常生活。他们看到雨欣每天早起帮忙做早餐给住客，然后在农场劳作，虽然辛苦，但精神状态却出奇的好。女儿脸上的笑容比在广州时更加真实自然。在父母离开的前一晚，雨欣的爸爸忍不住又提起了回广州的事。雨欣，爸爸在广州的医院还有些人脉，可以帮你联系工作，工资不会比你以前低。雨欣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轻声说：“爸，我和志明已经决定再坚持一段时间。其实我们有个新计划。”他告诉父母，他和志明准备开发一系列有机农产品，做成品牌在线上销售。雨欣负责品牌策划和营销，志明负责生产，他们已经做了市场调研，前景很不错。这不正好可以发挥我在广州积累的经验吗？而且我们这边的有机蔬果品质真的很好，完全可以打造成高端品牌。雨欣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，看到女儿如此坚定，父母只好暂时放下了劝说。临走前，妈妈塞给雨欣一张银行卡，存了20万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不管怎样，我和你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送走父母后，雨欣和志明的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。他们开始全力筹备有机农产品品牌。雨欣重拾专业技能，负责品牌设计、包装策划和线上推广。志明则专注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产量。两人齐心协力，品牌很快有了起色。第一批产品上线1周就收到了不少订单，大部分来自台北和高雄的都市消费者。雨欣兴奋不已，感觉找回了职场时的成就感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袭击了台东，知名的农场和民宿都遭受了严重损失。刚刚建立起来的有机蔬果全部被毁，民宿的屋顶也被掀翻了一角，维修费用不菲。更糟的是，这场台风导致当地交通中断，游客锐减，民宿的订单接连取消。志明和雨欣的收入几乎降为零，而农场的重建需要大量资金。我们可以用我父母给的钱应急，雨欣提议。志明却摇摇头，不行，那是你父母的心意，我们应该留着以后有急用。我可以去银行贷款，但贷款并不顺利。由于民宿和农场都是新创业，银行认为风险太高，只愿意提供很小一部分贷款，远不够重建所需。经济压力之下，两人的矛盾再次激化。雨欣建议暂时回广州，他可以重新找工作补贴家用。志明则坚持要留在台东，认为困难只是暂时的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广州啊。你可以在那边找工作，我也可以找些事情做，雨欣急切地说。去广州，我在那里能做什么？志明苦笑，我只会种地做木工，在大城市里这些技能根本没用。再说，农场和民宿是我一手创建的，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？争吵越来越频繁，两人的感情也日渐疏远。雨欣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，而志明则感到自己无法给妻子想要的生活。6个月试婚期即将结束的前一天，雨欣收到了广州一家公司的邀约。这是他以前的老同事引荐的，职位比他离职前还要高，薪水也更可观。志明，
我想回广州工作。晚饭时，雨欣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决定。志明沉默良久，最后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你不和我一起去吗？雨欣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不能放弃这里，这是我的根。志明的语气坚定而平静。那一刻，两人都明白，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。尽管相爱，却因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无法继续在一起。雨欣含泪收拾行李，志明默默地站在一旁，眼中满是不舍和心疼。临走前，雨欣把父母给的那张银行卡留给了志明，拿去重建农场和民宿吧，就当是我们共同的梦想。志明拒绝接受，钱我不能要，但有一件事我想请你答应。什么事？无论将来你过得怎样，请记得在台东的这段日子以及我们共同的点点滴滴。志明的声音哽咽，记得那些清晨的阳光，记得那片星空，记得我们一起种下的每一颗菜，一起接待的每一位客人。雨欣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泪如雨下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永远不会。他们最后紧紧相拥，却都明白这个拥抱意味着永别。当雨欣登上返回广州的飞机时，她望着窗外渐行渐远的台东小镇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她知道自己在那里留下了青春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，也留下了最深的伤痛。回到广州后，雨欣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，试图用忙碌麻痹自己。她的父母很心疼她，但也庆幸女儿终于回来了。1年后，雨欣在社交媒体上无意中看到志明的民宿和农场重新开业的消息。照片中，志明依然是那个阳光健康的模样，只是眼神中多了几分沧桑。他并没有放弃，而是咬牙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，重建了自己的梦想。看着那些熟悉的画面，雨欣的眼泪再次落下。他意识到他们的爱情没有错，错的是时机和现实。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，尽管相爱，却难以真正融入对方的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两岸婚姻看似浪漫，但背后隐藏着许多现实问题。不同的生活环境、价值观和未来规划，都可能成为爱情的绊脚石。广州和台东，一个是繁华都市，一个是宁静小镇，一个讲求效率和成就，一个崇尚慢生活和自然，一个物质丰富，一个精神满足。这些差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调和的。在跨地区婚恋中，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些差异，充分了解对方的生活环境和价值观，评估自己是否能真正适应，因为爱情诚可贵，但生活更长远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，异地恋需要的不只是激情和冲动，更需要理性和包容，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共同规划和坚定信念。愿每一对有情人都能成为眷属，在相爱的同时也能幸福的生活。